这太阳是追着我们走的吗？ Google Map 直接傻掉了。终于到了，先坐半个小时。可惜呀，把口水擦一擦，闷热，阳光非常强，鱼都晒黑了，真的很热，真的很热，感觉都要中暑了。大家好，今天是2024年7月5日，我们在日本旅行的第10天。昨天我们从晴空万里的古老街道奈良景宿，到了阴沉闷热的京都。今天在京都顶着35度晴天的大太阳，前往位于京都郊区的3000院。昨天还阴沉沉的，今天又晴空万里了。这太阳是追着我们走的吗？感觉梅雨季的日本还没北京雨水多呢。去3000院的交通不是很方便，所以一般去京都旅游的人都不太会选择这里。但是因为岚山、天龙寺之类的我们之前已经都去过了，所以这次就去没去过的3000院逛逛。我们需要搭乘巴士到大园站，再步行到3000院。我们需要在4条河原町站坐特17路。找这个车站位置的时候 ，Google Map 直接傻掉了。导航导到了一个不太可能有大巴车能开得进去的小胡同里，找了半天都已经错过了我们计划坐的那班车才找到。这里因为有好几个公交站牌在不同的方向上，距离又比较远，所以还挺麻烦的。如果同样在这个地方坐这条线的话，以这2个建筑作为参考，可能会比 Google Map 靠谱一点。一个是前面那个 H&M， 一个是这个大西美容，字儿非常大，很好找，可以作为参考。在车上站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到了。这趟车上的乘客基本上都是去大园的，所以基本上不要指望中途有人下车让出座位。幸亏在北京已经习惯了上下班通勤站1个多小时，这点程度洒洒水啦。下车就有休息区，先坐半个小时再走。大园位于京都的郊外，3000院是大园最主要的景点。山号从1000多年前起就被称为鱼山，是日本佛教音乐的发源地。作为一个日本佛教的圣地，一直延续至今。这个寺院的宗派是属于天台宗，是典型的从中国传入的汉传佛教。天台宗在中国是最早的由中国本土僧人创办的宗派，后来传到日本，成为日本佛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由一个叫最澄的和尚引入的。他当时是选派到中国学习佛法的留学生，好像佛教特别喜欢这种跨国取经的故事。他去学习的地方就是中国浙江台州的天台山，在那里学习的就是天台宗的佛法。可惜呀，没有把台州的美食带到日本。关于台州菜今天就不展开了，把口水擦一擦，继续今天的行程。当然，来这里旅游光是因为宗教哈。3000院也是日本庭院的天花板级别的存在，各种元素的集大成者。网上有评价说，春天樱吹雪，夏有紫阳花，秋风红似火，冬雪如银装。又因为交通不便，所以游客数量并不会很多，成为了一个远离城市的小众秘境。从车站走过去也不算近，路边有很多卖农产品的摊位，我们来吃个紫苏冰激凌。
满眼都是绿绿的，如果天气不是这么热的话，感觉还挺好的。这里房间内是不允许拍照的，可以拍庭院。这个茶位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拍照点，但是已经被占满了。反正榻榻米坐着也不舒服，不如继续赶路。走出房间，庭院就可以随便拍了，阳光非常强，好在树比较多。感觉水里的鱼都晒黑了。很多人在这儿拍照打卡。他知不知道？可以不用说，你跟他还是现在抖音吗？日本人好像很喜欢把紫阳花泡水里。这儿是不是特别出片儿？像是中国女生会喜欢的地方。草丛里隐藏着很多小地藏的雕像。这边紫阳花开得真好啊，人又少。真的不应该去东京的白山神社啊。
这个角落还挺有氛围感的。有很多的树，也有很多的水，确实可以算是一个避暑胜地了。只不过确实温度太高了，如果是在没有空调的年代，在这里住的话，简直绝了。只不过时代的发展，树林和流水无论如何比不过现代的空调。我得赶紧去买瓶冰水去，真的很热，35度应该不止。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为了不破坏庭院的设计，庭院里边似乎没有自动贩卖机。现在看见水就想喝。这里是真的很美，也真的很热，真的很远，感觉都要中暑了。再美也不能留连太久。在出口的地方有自动贩卖机，赶紧先怒灌一大瓶水。也该吃中午饭了。出门之后找了个很亮堂的店，门口这条街有几家餐馆，有的还兼卖一些纪念品和土特产什么的。一般在中国的话，一定不会在景区门口吃东西，一般都是又贵又难吃。来这儿也免不了心里有点忐忑，毕竟也几乎没人在这家餐馆吃东西。不过这里环境还挺好的，窗口的视野也挺不错的，简单吃点应该也没啥大问题。我们点了一个亲子饭和一个乌冬面，其实味道还不错，价格也还可以。可能真的是日元汇率降太多了，在景区门口吃饭竟然还能感觉很实惠。吃完午饭，因为时间还早，我们决定稍微多走走，绕个圈再回去坐车。沿路来到一个道贺神社，道贺神社一般都会供奉狐狸，查了维基百科才知道，狐狸是道贺神的使者。传说这个道贺神是秦氏，是秦国王室的后裔，就是说跟秦始皇是亲戚。不过也不一定靠谱，秦始皇嬴政应该是嬴姓赵氏。一个小小的神社，篱笆上应该是捐赠者的名单吧。这边似乎也没有游客过来，稍微休息一下就走吧。这边蚊子挺多的。
这个小乡村有点东西啊，这是辆加长的凯迪拉克吧？放这儿是干啥的？像是废弃了。我们好像走错路了，走回车站还要好久。哎，一辆17路开走了，我们还是得走回总站去坐车，否则可能又没座位了。下午的风很大，这大片的田其实挺好看的。赶路这段有点狼狈，就不拍视频了。转眼我们就回到京都市区了，找厕所直接来到了八坂神社。上完厕所就顺便逛一圈吧。这个摇铃铛的仪式还挺好玩的，绳子很粗，但是声音不大，有点像个健身项目。出来再到花见小路转一圈吧，这里游客就非常多了，还有旅游团，还会有汽车开进来，非常拥挤。花见小路是经过岐原中心区的主要街道，大约1公里长。这里有非常多日本传统风格的茶馆和餐馆，是京都艺妓经常活动的地区，所以在这附近散步是有机会偶遇路过的艺妓的。不过也正因如此，有很多游客对来这里的艺妓造成了很多困扰，所以这里街道边会有很多禁止拍照的标志，甚至有可能会被罚款。另外，艺妓并不是性工作者，估计是妓这个字儿，在近代以来，中国主要用来指代那种从事特殊工作的群体，所以
特别容易引起误解。这条街挺短的，我们对艺伎也没特别大的兴趣，所以就决定往后园厅那边走走，去逛逛商场，顺便把晚饭吃了。现在太阳的角度很低，特别耀眼。此时的鸭川河边好多一对儿一对儿的坐那里，都是在约会的情侣嘛。天上有一点点火烧云，还挺好看的。贡茶在日本好像挺受欢迎的，在国内基本上看不见了。杨国福这么夸张吗？门都关不上了，必须得搞一顿。来日本好几天了，嘴里很寡淡，必须得来点有味儿的了。日本的杨国福竟然能开在这么繁华的地方，吃成这个样子也太夸张了吧！本来以为虽然开在日本，来吃的中国人会比较多，没想到店里听到的聊天声还是日语比较多。很多日本小姑娘吃得非常开心，吃杨国福能吃似乎有出那种点文化表情来。输出的感觉了。菜品品质要比国内的高一些，价格也贵出不少，辣度没有减，这一点必须点赞。这顿饭吃得非常满足，以至于都忘了拍视频了。饱餐一顿之后，我们也要休息了。今天跑了挺多地方的，也挺累了。大家晚安，下支视频再见。